家是40年的35平，那把它改成2房2卫，2房2厅。Hello， 欢迎你们来我们家，请进，请进。Hello， 我是 Jerry。Hello， 我是 Elby。我是亚比，他是chocolate。我们搬进这个家已经2年多喽。我们家是40年的房子，然后本来原始格局是4房2厅，后来就是现在改成是2大房，然后2厅，但是有多加了一个家事间。因为当初这个地方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，那结婚后，因为我老婆工作的环境加上小孩子，那我们可能就想要给她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，那我们就是打算重新再把这边老屋重新整理。因为我是斜杠的花艺师，然后因为我还有一个服装社团，然后我就是想要把家里弄得就是随处都可以拍照，因为有时候要拍商品什么的。最大的要求就是神明厅，因为公婆就是规定一定要在家里的正中间。但因为又要符合我想要就是社团工作要拍照什么，所以就是不能做得很像一般房间的神明厅。我老婆她就是比较偏向她一些设计感的看得到的一切，对，或者说她今天对颜色的一些想法。那我的话就针对说，她常常会抛一些图让我去做确认。那我好像回到了那个学生时代，看一些3D 或2D 的图啊，然后去对一些线条。从3月拆除，然后完工的时候是10月了，花了将近7个月。这毕竟是将近40年的一个屋龄，难免就是在管道间这边会有一些漏水的问题。当然，就是把一些隔间重新敲掉之后，就会有发现它还是年久失修了。对啊，那有跟设计师讨论之后，还是有做一些补救，然后我们才会去做一个把这个不想要的墙壁敲除。因为都是当时我是喜欢工业风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在网络上一直找，但是因为我们家这个房子是公婆留给我们的，他要放一个神明厅，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神明厅又要混搭工业风，实在是有点困难，然后我就开始在网络上一直找，直到我看到陈月设计师，他有一个那个暗场，就是工业风又混搭神明厅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他太厉害了，可以把神明厅跟工业风混在一起，其实很无违和感，然后所以就是才找上他。那我觉得他让我觉得很厉害一点是，他真的很细心。譬如说格局定案之后，他就会有一些格局图，然后譬如说油漆，他就会有油漆简报，然后瓷砖他会有瓷砖计划，然后还有每天都会给你施工日志。就是我觉得他会让屋主就是蛮放心的是，因为他就是包含什么家具、水电图，反正就是他会有各式各样的简报给你看。这是我们的收纳区，这边是我们的一个代表家的家徽一个装饰，然后这边是一个穿鞋椅。平常我都会坐在这里穿鞋子，然后这个玄关区的落成区这个花砖呢有一个小故事，就是因为这个花砖呢它比较多图案，然后那时候我是跟泥作师傅就是一起完成的。在看别人的暗场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看到有一些家，他们就是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徽，然后我就觉得这很酷，然后我就跟怡伦讨论，我就说，我想要拥有一个属于我们家才有的东西。他就说，那他想想看，然后后来他就做了一个那个3个圈圈，然后那圈圈就是我们就是说它是小数，那3个圈圈就是代表就是先生，然后我，然后儿子这样子，所以三个颜色是不一样的颜色，然后就是只有我们家才有的东西。这个是我们家的电视墙，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就是想要干干净净，然后很舒服就好了。
接下来这是我们家的卧榻，然后呢，我们家的卧榻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因为当初我就是跟设计师说，我想要一个卧榻，但是我们家这边有一个梁，所以呢，设计师就说那就建议我把卧榻加宽，然后小朋友平常就可以在这边玩。当初会选木百叶呢，是因为我们家爸爸跟儿子都是有过敏体质，然后所以我就舍弃了很漂亮的那个窗帘，然后直接用木百叶。但木百叶其实很好整理，而且它就是调光也很方便。然后加上因为我们这是动距比较近，所以刚好反正就是其实关起来也是一个很漂亮的照景。然后爸爸平常下班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在这边。我们家的那个地板呢，它是做人字拼，但因为呢，我一开始就是设定我一定要人字拼，可是因为台湾人字拼的木地板其实选项没有很多，然后加上那时候那个木地板的师傅他很专业，敞开之后，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佛龛，他说人字拼的话不能有箭头对着佛龛，所以我们家的人字拼的拼法其实是以放射状。所以跟一般家庭的人字拼是有点不一样，因为他就说这样开门进来会让我们家的看起来的视野更开阔，对。然后他实际拼完之后，其实我非常的满意我们家的人字拼。这个是我们家的佛龛，以前这边是公婆的房子，然后公婆就是以前佛龛就是在这边，然后我们重新翻新的时候，公婆也认为说佛龛就是应该要放在原本的位置，那这个位置就是公婆指定。就是长宽高，然后它要在整个家的正中间。但是就因为这个佛龛的关系，所以导致于我们家的那个餐厅跟厨房没有办法做全开放的。但是后来我觉得实际使用之后，觉得其实还蛮好的一点是，就刚好餐厅跟厨房刚好有一点点区隔开来，然后整个开放式的设计是坐在后面。这个厨房呢，就是我当初硬坚持要，我就是要那个地铁的花砖，然后贴完之后，其实就是成品真的很漂亮，虽然有点难整理，但是漂亮的东西就是要花一点代价。吧台区，然后就是坐在中岛上面，然后就是通常我就是会在这边那样子煮完饭嘛，然后就直接端过来，然后先生儿子就会在这边直接吃饭。然后之前朋友来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也是做一些那个喝点小酒啊，然后朋友就会觉得这样看过去真的很舒服，就是比做一大堆柜子视觉上会很舒服。可以实际目睹老婆这样辛苦的背影，好会讲话，好难。感觉这个食材哇，今晚的食物就变得非常的美味。这个转角其实是因为那个它其实是玄关收纳柜的后面嘛，加上那个旁边有一个不能动的结构柱，所以呢，它就是规划这一区就是变成我的小工作区。旁边有一个很大面的那个磁性黑板墙，就是可以让小孩画画啊。因为我的工作桌旁边，它就是又帮我做了一个磁性的烤钵，因为就是可以用麦克笔什么的。我就跟一伦说，我想要我们家有一个荡秋千，可是没有设定一定要在哪边。后来反正看一看格局之后，就觉得最适合放在这个位置。我觉得有时候我工作累了之后，我就会坐在那边荡一荡，然后小朋友其实也很爱玩那个摇椅。这个就是那个6米收纳柜，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跟怡伦说，我不要像一般传统的收纳柜，我不喜欢一整排都是柜子的感觉。然后后来他就回去自己画图，然后他就画了这给我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可以，就是又符合美观，然后又有收纳的功能。推门进去就是我们的主卧喽。这个是我的更衣室，然后我们是就是故意做全透明的，就是很像一个小小的精品店，因为你知道女生还是会想要有一个自己梦想中的更衣室。那更衣室出来的对面呢，就是我平常书画的地方，然后我就会坐在这里化妆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对应从大门呼应的这个家徽，小树家徽。
这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，房间一样是就是做木百叶，然后因为我想要有一点点美式的感觉，可是我又不想要线板太多，所以主卧其实就是用比较清爽，然后比较简单的风格。就是我有跟妈妈说，因为我很喜欢橘色，所以我就跟妈妈说，我想要房间有一点橘色。因为他很喜欢橘色，但是橘色实在是太明亮了。然后那时候我跟宜伦讨论了很久，我就说那就把它放在衣柜里面好，然后若隐若现的，我觉得比较好看。是我还很喜欢家事间，因为我们家楼下是做吃的，所以以前我们平日都没有办法洗衣服，然后就是衣服都只能晾在室内，然后所以翻新的时候我就直接跟设计师说，直接帮我弄一个家事间，就是用洗烘分开，然后再也不用晒衣服，我觉得很方便。这是你们的礼物哦，今天的。从我再次进来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觉得在公卫浴前面有一个小块的廊道区是蛮让我惊讶的，有可能是当时候他放了一些不同的挂画，在那透过我们原本设定好的那一盏壁灯，它其实照下来的氛围就会让人家觉得蛮舒服的，而且甚至会有一些走过来有一个小巧思的感觉所在。它会透过不同的墙，然后去做不同的布置跟不同的端景，那你就觉得，我们当时帮他设想的这一些规划区域，它都可以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。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，设计师跟客户之间生活完整结合的一个方式之一。总是有一些情感的一些割舍。小时候从小那个怎么跑啊，眼睛闭闭的这样子就可以，晚上这样子从这边跑到客厅啊，或者说再去跑到一个厨房找妈妈这样子，当然还是会有点不舍，但是为了我们这个新的一个环境，然后还是要做一点牺牲，然后对小朋友来说有一个新的一个空间，然后更符合他现在的一个成长需求，所以我们还是做了这个很棒的决定，蛮符合我们一家三口的一个使用方式。小孩子有小孩子的一个游戏区，然后老婆这边有她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。那我呢，下班之后就是坐在那边，然后休息一下。以前我住进来的时候，我其实都没有把这边当作是我的家，因为我会一直觉得就是我是借住在我公婆的房子里面，然后但是重新装潢之后，我终于有我自己家的感觉。您也是经由设计家网站找到命定设计师吗？欢迎填下方表单，填完就有机会到你家进行拍摄哦。